也是整这么多人，看一下里面都摆好了。我说今天晚上没干活啊，今晚这个没什么活干。好的介绍哥，20号是给我的哥，丈母娘是给我那个拉扯拖了半天啊，我不要啊，他非要给我，打死都要给我。这个没办法，我就这个我最后我不拿嘛，然后我就给球球了嘛，他非要给我。丈母娘力气好大，是哥。第一的话我们已经定下来了，是吧？因为丈母娘一直都说了卖牛嘛，卖2个牛给我们，他然后4个卖了40多兆，然后给我们了一半。我不忍心拿他那个米啊，但是就算如果说他不要的话，我们拿的话，过年的时候我们包红包给他吧，反正刚好过年也要包红包。我们有三姐和球球的这个要贵一点，因为买的晚一点。我还有老宋还有小叔买的比较早，便宜一点。反正飞机票现在挺贵的，好像过年回去。哥姐们，我们如果说出了数据的话，这个飞机票是免费的啊，免费给咱们报的，哥姐们。如果说出了数据免费报了，到时候希望哥哥姐姐们能支持一下我们，好不好？有条件的支持一下我们，可以吗？哥哥姐姐们，这厚着脸啊。这个大家有需要就可以支持一下我们啊。如果说咱们出了这个数据还可观的话是报的啊，如果出不了的话咱们自己买单。不买都没，我觉得我看到这样弹幕我都很那啥了，都很感动了。其实我聊天也聊得不好，你看今晚我全程都在聊天是吧？也没什么主题那种，还有那么多哥哥姐姐愿意陪着我们直播间，在这里听我在这里唠叨，听我在这里说，都太感动了啊！你关不？大家好，土地差不多了，而且不得吃，要按照果冻酒啊。这是酒啊，酒的话，如果说出了数据的话，这个他们会给我们报机票啊，我直接把机票发给他们，马上报给我。到时候爱用果冻城的话，就是小熊全程福利拿给大家啊，这个爱用果冻城和那个帕帕干啊，小熊全程福利价给到大家，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啊。铁锅炖大鹅，我发现不好看吗？哥姐，我发现挺好看的哥，发现挺好看的嘛，对吧？可以先尝一点啊，和家人尝尝。小熊，我建议好的哥，快递都不送货了，快递送的哥，会送的，只是。年前肯定会送到的啊，如果说年前送不到的话也不会卖啊，哥姐放心啊。因为水果的话，说实话，刚好过3天嘛，过3天，预计就是5号卖水果啊，3号卖那个啥，卖酒，5号预计5号卖水果，5号的25号卖水果，刚好啊，快递几天到你们家那个可以放啊，刚好你们过年也可以走亲访友也可以啊。没有啊，没有了。没有了啊，没有8加1了，那就算了啊。猴子哥，我们教他8点20分钟了。啊，8点20教，对，白的也可以啊，可以。两块这个，他也不想吃，看着都不想吃，行吗？什么情况？哥姐们？吃太饱了啊，只想吃点素的啊，因为中午吃了大鹅，今晚又吃这个，我天哪，这生活，你这不好起来了吗？是的。然后小舅子去上学了，哥，胡子在这里，对，胡子在这边。现在孩子都出来，因为小哥姐就是我不知道是国内转学怎么样子啊，但是我们这边的话，一般转学的话要学完那个。再转的话会好转一点，因为你在学的别人的话，一个班的话，比如是有30个人，你再加一个人的话，他有一点难办，这样子，是对吗，哥姐？都喜欢大胡子啊。所以说我小叔说打算是学完就是这个年，然后他一直说等小孩小学第1年就带他回来上学。小孩等明年暑假我们带小侄子去我们那里。可以。真的啊。小时候小孩应该是7月份回来。5、6月份应该就是放假的时候，好像是5、6月份。都用米转学的话，米的话不是很多，也主要是资料的问题，然后加上是给图吗？小叔的给了，明天大家再看视频好不好？对，胡叔是今天1天的帮小叔耕田，然后婶婶家应该明天后天才插秧。今年不知道小叔的家谷子收到大寿还是小寿，还没有大香阿姨，还没有阿姨。去年我们记得小叔第1年种了谷子，全部被倒下去了，对不对？今年也是有个机会种第2年啊。不知道今年第2年的话是谷子会怎么样子。
这边种的很好。是的，有好吃要记得叫大姐。大姐今天中午吃了，然后下午她要回去买一个，因为小孩还小，所以她不能长在这边住嘛。哦，对，他说选个肉吃的，然后都小叔说这个骨头要在外面拿，外面还有。意思小叔有水田吗？有水田，几乎都是水田哦。几乎都是水田的。小叔的话是，我们家里不做的一部分就是婶婶来做，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婶婶助别人来做，这都懒做。对，婶婶干活谁都比得他，婶婶干活累吃多是成了。对，他干都是重活，这几天的话几乎都是耕田和插秧，体力的活。婶婶一个腿有50公斤，婶婶一个腿有57嘛。真的假的？吃不，对，吃少的话是猪了没有体力，要吃大了，他吃多了，吃多了才有体力干活。看胡叔的房子现在的话是已经很完成了，啥都有了，现在只是等胡叔他适应过来住。很多个结果胡叔过来住了嘛，我们也是讲一下，就是胡叔的话是我们本来就说今天晚上就是给他办一个乔迁宴，但是我们也跟他让他过来住，但是好像他还是不是很那个习惯，然后让他还慢慢来的，有可能就是一会让他过来住的话，他应该就是有点那个害羞这样子，因为胡叔的话是比较自闭的人，然后有时候他就觉得可以，有时候他害羞的就不会来这样子，看见阿公我来了吗？昨天一晚上没睡，没有哥，没有阿言，没有，你们不叫我们叫啊哥，天天叫，哥做这么什么都做好了，怎么不叫呢？电视都买了，什么衣柜都买了，床也买了，杯子也买了，什么都大家要酒啥都买了，对不对？不用搬任何什么东西了，我们都买新的了，胡叔根本不用搬东西了，对不对？电视放太高了，那天我哥姐说电视放太高了，然后我们打算把这个台矮下来，但是胡叔他说就这么放了，然后大家说就听胡叔的，但是胡叔说哥姐啊，他觉得胡叔能不能骑这个自行车？每次去干活的远一点，还是你去拿牛草的，胡叔叔都是拿讨的这个自行车去割草的。我感觉胡叔他就喜欢这个自行车，他去哪里都拿讨了这个摩托车去，这个是小孩的。胡叔讲周期大伯不来，他都不来，有没有可能就是大伯不过来，他也不过来吗？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不会，应该不会。对，这车是谁的？这个车是三姐的小朋友，跟姐讲，三姐的小朋友，可以问什么原因？根本问不了原因，他话都不会说。对，看看这怎样？对，看，刚刚我们回去叫他过来洗漱过来吃饭，他一定要把那个芭蕉砍完再过来吃，应该是半个小时40分钟他才过来。对，胡叔会骑自行车，摩托车不会骑，但是自行车他会骑，跟你讲。对，以前就是弟弟的旧摩托车弟弟的旧那个自行车，胡叔就是骑那个，吃饱了吗？我吃很饱了，你看。今天晚上这个铁锅炖大鹅太多了啊。吃不来了。等一下我弄个炒饭吃。晚点再吃那。是不是牛麦的胡子难受？有可能啊。会不会？有可能。牛麦了。小苏昨天说了，如果婶婶赶小苏走，小苏就来跟胡叔一起住。大家说胡叔有可能他一个人睡觉，所以他还不好意思来睡一个人，有点孤单。让我跟他住吗？对，大家说让你来跟他胡叔一起住。可以啊，对，这个是三姐的小孩，他可能有慢的难过，也许他可能想太多啊，因为他这个头反应慢一点嘛，给他找个老婆，找个美女这就算了，朋友们。主干，你主干，这里还有很多，这里还有很多肉，这个龟胡子天上，哇，今天这样的精华都没人吃，我天呐！哇，这个算不上精华，哥姐们，主干，你主干。你，哇塞！对，哎，哥我啦！胡子叔感觉是最给我面子了。他是一个看嘛，孤独的一个吃饭干啥都是一个人，不要拍他，你快走。
亮光，头发很硬啊，哥讲，不对，这个头发怎么有点硬啊？什么情况？胡子不会整我，我爸说胡子会整我。主管，三姐，你有胡子会打我吗？问他，主管。啊，他应该不会打我啊。不会的。拿饮料好。胡子叔只要吃开心了还是挺好的啊，因为我太了解他了啊。只要吃开心了，他还是挺好的啊。给他来一个这个没有什么吃的，这边没有什么吃的，吃开心了他就会很开心啊。等一下给我一碗给我可过来是吧？不开心有这个可能啊。头发有点硬，但是还好。大伯躺平啊。大伯今天中午老让人去叫他吃饭，等一下胡子叔回去了，我们带他去看一下啊。回来这边啊，哥哥姐姐们，我们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初3回到老张家里啊，就是半个月左右。然后小叔他说，小叔是初5去他这个丈母娘家里，我们今年也可以跟他一起去看一看，给他看一看这个小叔现在在丈母娘家有没有面子改变没有，好吧？现在他好像是人生巅峰啊，小叔在老丈人家里啊，那个家里那一圈，所有亲朋好友都知道了啊，彻底的站起来了。小聪，你好好直播别。好的哥，没有，我只是这个一个，哎呀，怎么说呢？跟胡子嘛，也是大家想看到他的改变嘛，是吧？不是说调侃他啊。他没人跟他说话，你看，真的他听，就是要多跟他沟通，多跟他说话。是不是朋友们？我觉得是这样子啊。他等一下应该还要吃一碗饭，他可能。小美是人家心里有你。对胡子叔还是对我的话还是挺好的，是吧？怎么样？怎么了？我让他去里面。今天我们也就算是胡子的乔迁吧，好吧？哥哥姐姐们。好。有的时候他很那啥，很正常；有的时候他不是很正常。这个就是。小时候问他啊。小时候问他吃方便面还是吃饭，他说他不吃。大伯和胡子从来不会说话的，哥姐啊。大胡子，如果说大胡子把胡子留着，然后头发剪了，真的还是挺帅哦。很帅。胡子可以是他的这个特色啊。以前有一个人能让他剪头发。有一个人让他剪头发。对。只有那个人，每个人说都不剪，但是有一个人能让他剪。胡子叔这个名字就这样来的啊。主柜那边还有很多啊，主柜啊。主柜那还很多，是的。去看心理医生，明年我们带他进城，看看能不能给他慢慢的这个让他改变一点，可以吗？可以吗？明年带他进城啊。胡叔经常洗澡吗，哥？他的身上这些都是很干净的，脚啊，包括这些，每天都冲几遍啊。吃饭他很讲究的，如果说在干活，他不会接东西吃。陈生还问他还吃肉不？失恋不是啊，他去到一个20多岁去到一个山上，然后看到不好的东西，导致回来就这样子。山上一个不干净的东西啊，就这样子。然后以前去也是没办法啊，老丈人把他找回来，就变成这样子了。我听说是这样子啊，这是老丈人说的。不会走丢的啊，哥，我们会跟着他嘛，他在哪里在哪里啊，是吧？他人也是挺那个啥，有的时候挺那啥的，挺明白的嘛，什么都知道。但是我在直播间不能说啊，哥。这是这个他说的啊，胡子还是挺那啥的，挺好的，说实话啊。他只是有一个，就是干活还什么都很可以的，只是有一个，我问他喜欢就说，不喜欢就不说。对，不喜欢他不说。然后比如说吃饭，他说不管，这样子。干活这些他一切都是挺好的。干活就没得说，看小时问他吃饱了还吃吗？他也不说，你看啊。2个说，大家妈妈姐姐，土地的话我们已经定了，姐姐。就是那块土地啊，8米5长3米，到时候看怎么规划一下啊。明年的话，我就会把那个拿作为题材的题材的中心啊，去围绕着一家的生活啊，这样去做。从这里到那边骑摩托车也挺那啥，挺近，不是很远，1个多小时。我们一周回来个2次。叫胡子叔吃饱了啊。谢谢，去关一点。有人供有人吃，看电视。这边懂得弄一个图纸哈，到时候哥哥姐姐们懂的话可以弄一个图纸啊。说这个 BGM 也可以啊，
看肉多不多？还没过来住啊哥，他一定要给他看一个这个，因为那时候条件有限嘛，是吧？条件有限就没有去看医生，只是也什么都没有管，就是这样子让他治愈的那种，所以就是也有点不得劲。地形啊，地形今天在啊，2个，今晚上剩了好多鸡肉啊，哎呀，这么多的啊，可以做一下嘛哥。民宿分成两，做民宿真可以哥。哇，我现在做民宿的话，如果说以后啊，这个修个10来个房间，10几个房间，一天收入个几百块，轻松松哥姐们，因为他们那边人很多的，只是我拍视频的时候可能没有看到集中的地方啊，他们那边人特别多的，工地没什么看得到小雪。省城那块地怎么建？现在有没有思路？主要是我们要怎么规划？还最重要一点就是看修到哪里个啊，这个很重要。现在我也说实话，但是我唯一的能做的就是把这个地给它这个地基弄好一点，是吧？明年胡子也要去啊，到时候就说胡子，到时候我们给胡子开工资吧，可以吧？但开工资他也没用啊，1亿多了，他们这边当地人口1亿几百万了，好好设计一下，前后2个采光很好，最少盖5层，哇，这5层太飘了吧哥，盖得起啊哥，那5层要花多少钱啊？天哪，这么长，我们长的话盖个10几米吧，差不多吧，那不可能盖完吧哥姐啊？他们前面几米好像不能盖，只能盖中间，高层的话只能盖修到中间，后面一点好像也修不了太高，上面便宜下面贵一点，老丈人天，对，但是不能说啊，不止1亿1000多，不止1亿100万啊，他们1亿好几百万呢。上土工发钱呀，上面文发钱。乔市长把讲到1把给他剪了。我从来都没想过剪胡子头发，因为我不敢，要剪了的话他会冒火的哥。我们都不敢剪啊，主要是我也不会说啊。以后我看看我会不会说这个越南话，慢慢的给他沟通看行不行啊？明天我们去城里的话，看能不能这个让他慢慢的改变一点。他们人口多，而且还有很多外国人，他们这边外国人特别多，很多欧洲的、欧美的、北美的那些在他们这边玩，因为他消费不是很高嘛，比起这个欧洲啊地方的消费都还是低一点。那很多老外拿着这个退休工资来这边享受人生，很多的。像河内的话，去过河内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外国人特别多，是不是？他们这边所谓人口特别密集，本地人都有那么多，还来自好多地方。胡志明市和那个河内都很多啊，那个地方可以真修个宾馆，那个真可以啊。宾馆和民宿有什么区别？宾馆要高大上一点，民宿没有那么高大上。民宿的话就是自己家的房子，自己住的房子改成民宿。宾馆的话就是商业化，是不是啊，哥姐们？老宋，我们凌晨4点钟就出发回四川。哥姐们，后天在四川那边带一场8+1，好不好？大家有需要的支持一下啊！再打个广告啊！这个酒店的话那太飘了吧，哥。宾馆。应该民宿和宾馆还差不多。他们这边做什么都要拉那个什么啥，所以说都差不多啊。胡子他觉得不高嘛？因为他高。他是能高。因为胡子他比较高。如果说胡子是不认可这个地方的话，他肯定也不会说这个高，是不是？昨天肯定也不会在这里待这么久。回国生小孩在河口生，河口或者是东兴啊，这2个地方。我们如果说建房子的话，肯定考虑到这个在河口生，因为河口到安徽的话就2个小时，高速路直达，特别快。去喝茶，叫胡子去喝茶。好。主委，问咋主委？问咋的？其实前段时间都好好的，最近好像又发生什么事情了，感觉胡子说，你们感觉到没有？小时候公司给了啊，今天给了。小宾馆达不到规模啊，小宾馆可以的哥，他们这边都是高层5米，然后修个4、5层就是一个宾馆，然后开间5米，进深10几米，这样的话一层楼的话就可以修4个房间是吧？修个4层5层的话也有10几20个了，就差不多了。就是卖的不开心，这我感觉前几天他挺开心的，最近的话好像又不是很得劲了，啥情况？哥哥姐姐们，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那个地啊，就等一下胡子叔再去啊。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那个地的话是8.5米，看嘛，8.5米，是不是？这是8.5米是吧？哎，这个画的有点小，好，这个地的话是8.5米，是不是？这样子啊，这样子是吧？
我想的是这样，你看哥哥姐妹，你看我想这样行不行啊？我想的是，因为他们这边地1厘米、10厘米都值钱，是不是？我们修的话都可以品牌修，但是我想的是这样修，你们觉得行不行？这边留个1米，然后走人可以，这边可以开窗，然后这边啊，然后这边的话就直接给它底满修墙，可以吗？哥哥姐妹，你们觉得行不行？这边留一点可以开窗，这里把祈愿墙把它提起来，但是这个空间始终是我们的，我们还可以走后面去摘个菜，停个摩托啥的，这里面也可以通往后面通，大家觉得这样好不好？这样确实是浪费了，但是我们想采光开光，空气流通好一点的话，这样子修不要留啊，寸金土啊。那如果说这样没有必要是吧？那哥哥姐妹你们说没有必要，两边都修满吗？你们的意思？大家的意思是两边8.5米，我们两边都修满啊？不好啊，1米不够，一点都不留啊。那这样子，如果说两边修满的话，只有前面哦，我们只有前面啊可以开窗，还有后面开窗，中间的房间的话就采不了光哦，懂吗，哥姐们？寸金不留啊，前设计最窗户前后留，这个还挺麻烦的，说实话啊。因为他们这边，因为越南这边不像我们那边啊，他们这个寸金寸土啊，哥啊，所有的你看嘛，像我们这个像我们这个5米是不是？我们旁边这个隔壁加5米，它5米的话直接修满了的，所以寸金寸土。如果咱们留着的话，咱们这个地的话也是属于自己的，知道吧？中间留天井是什么意思啊，哥？开天井是什么意思啊？哦，我懂你们的意思了。你们的意思中间开天井的意思就是中间有一个这个像那种一个过道一样是吧？中间有一个过道是吧，哥哥姐姐们？然后这过道的话两边可以开窗户是吗？是这个意思吗，哥哥姐姐们？中间开天井是吗，哥哥姐姐们？你的意思中间给它隔一下是吧？中间给它留一点，然后这个地方开窗户。哦，中间留路可以，哇，这个设计可以，哥姐啊。对了，可以。到时候真的这个要设计师给他设计一下这个，是吧啊？这种设计的话，我们要设计前卫一点，不能按照他们这边的思想去设计。他们这边思想全是这样一通，看嘛，一通啊，然后这样子下面台空，然后中间上楼梯往上走。所有房子他们这边都是这样设计的。他们这个房子2姐夫家的房子就是看嘛，这样进去是吧？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个地方是一个客厅，然后后面就是厨房，然后客厅这个电视机后面楼梯往上走，然后是这样房间。这大家很高啊。我们也可能也是要在中间开楼梯，然后这样子啊，这样从这里，如果第一层的话我们不要的话，可能如果第一层只是考虑停车的话，这里我们就开一个楼梯往上走啊，这个梯步往上走，从这里往上走，从这里进去。因为我们不是对面不是有个大马路吗？是吧？可以，几千元设计费不能省啊！哇，太飘了吧哥，设计费都要几千元，太飘了吧？还有9万。要不全程交给小叔设计吧，小叔。小叔应该不行。小叔修个1层都够呛啊！搞设计，我们直播间有没有设计师啊？可以帮我设计一下啊！我们开间是8.5米啊，开边8.5米，我们修个8米嘛，8米开间设计，8米其实很大了，他们那边都是他们越南的话啊，开间3.5米他都可以修房子，进深10几米，开间3.5米他都可以修房子，太厉害了啊！